到你，却又惊雷起。长夜落日山河灼，你在缥缈云里花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唱歌一曲，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唱歌一曲，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唱歌一曲。这李翰已死的消息，你们是从何处得来的呀？这个先生，你就不必多问了。我们贵坊是最重信用，只要是持凭信来兑银，不论是谁，都是一样的。记得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你曾经说过，李翰曾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亲笔签名。正是。看来你是认识李翰的，否则你也不会知道李翰已经死了。我想问的是，这笔银子是李翰亲自存入扬州连号的吗？哎呀，先生，银子已经到手，你还问这些有用吗？当然有用。李翰之死与这笔银子有着很大的关联，而今钱落在了我的手中，不问清来龙去脉，我会内心不安的。我明白了，先生，咱们是心照不宣。我知道您定是一位朝廷官员，对吧？你怎么知道？李翰是水部郎中，如今他为这20万两银子死了。如果我所料不错，您定是调查此事的官员，想在暗中将这笔银子化为己有。怎么样，我猜得对吗？所以我才要问清楚啊，你是不是认识李翰？是不是李翰亲自将银子存入贵坊的？是的，小的认识李大人，而且对他非常熟悉。正是李大人亲自将这20万两银子存入币号的。哦，这我就明白了。不过您放心，从今天开始，对于这笔银子，我们洪通贵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好，我们一言为定。事情结束之后，我定有重谢。多谢先生。我的身份是你的主人告诉你的吧？什么？兑现10万两现银是大事，你定会向主人禀报，得到他的许可之后才能付钱。我说的不错吧？哎呀，先生，您真是神了，一点不错。好了，我们是心照不宣啊！心照不宣，心照不宣。告辞。好好好。大人怎么还不回来？应该快了。大人，阁老，冯大人，怎么样？有何收获？据洪通贵坊掌柜所言，这20万两银子确实是李翰存入扬州连号。看来李翰受贿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了。他还说，李翰在存银之时曾经留下了亲笔签名。怎么样，小宝？你跟踪洪通贵坊管事的有什么收获？大人，您真是料事如神。您进去不多一会儿，掌柜的和管事就从后门溜了出去。两个人低声嘀咕了几句，管事快步离去，小的随后跟踪，发现他进了城南昌邑坊中的颖王府。颖王？是他？
正是。约莫过了1刻的功夫，管事从王府出来，回到了贵坊。他肯定是带回了主人的口信，于是掌柜才将现银兑现交给了我。好，冯大人、小宝，你们先下去休息吧。啊，是。看起来红通贵坊的主人定然是颖王。恩师，这颖王是什么来历？哦，颖王名叫袁齐，是本朝为数不多的异姓王之一。当年平定扬州长史徐敬业叛乱之时，替圣上出钱出力，很得圣上的喜爱。待乱平后，圣上许他永镇扬州。真想不到，他竟然经营起如此庞大的贵坊。刚刚我与红通贵坊掌柜交谈之时，发现了几个疑点。什么疑点？首先，他说这20万两银子是李翰亲自存入贵坊的，还留下了亲笔签名。恩师，这有什么可疑？你想一想，如果李翰真的收受了20万两银子的贿赂，他身为4品大员，又是奉御钦差，这种小事交给手下亲信去办也就是了。他为什么要亲自到贵坊存银，还留下了自己的亲笔签名？有道理。第二个疑点，那个贵坊掌柜竟然知道李翰的官职是水部郎中，这就更可疑了。就算李翰亲自到贵坊存银，只要留下姓名便是，又怎会将自己的官职也告知贵坊掌柜呢？这岂不是非常危险？李翰作为官场之人，绝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不错。第三个疑点，他们竟然知道李翰的死讯，此事乃朝廷绝密，贵坊的生意人是从何处得知呢？通过这几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红通贵坊与扬州官场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对于李翰之死，他们肯定掌握着一些内情。什么内情？现在还不好说呀。哦，对了，曾太啊，李翰的绝命书以及其他遗物，崔亮送来了吗？啊，送来了，就在桌子上。哦。这就是李翰留下的那封绝命书。卷宗当中有没有李翰亲笔撰写的文书？有。这是李翰大人亲笔写给工部的遗文，还未及呈送，便自缢身亡了。这封绝命书的字体笔迹与遗文上的完全相同，看起来这绝命书倒不是假的。这就怪了，既然李翰是在不知韩沟覆船的情况下自杀的，他又怎么会留下这样一封绝命书呢？此事的确是有些奇怪。还在想你是谁呀？不管怎么想，脑子里总是一片空白，似乎从前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只有一堆火，大火。你呀，就别再难为自己了。依我说啊，从今天起，你就改头换面，重新为人。说得轻巧，
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似乎有什么事情没有办完。是什么事情啊？要是能想起来就好了。想不起来就别勉强，一切慢慢来。如果有一天你真能想起些什么，恐怕首先就会想到你自己是谁了。在这之前，你还是踏踏实实的随我回到卧虎庄，其他的等安顿下来再说。小青姑娘，你看，过了一条船。这船倒也奇怪，连个认标都没有，万一翻在湖里，都不知是谁家的船。就是啊，哪怕挂个小旗儿也好啊。这好像是我们卧虎庄的船呐。哦，咱们庄上的船。老三，你眼花了吧？咱卧虎庄的船哪能不带认标啊？你们不常在码头不知就里，这条趸船我在咱们庄上见过，肯定错不了。奇怪，咱们庄上的船怎么会从山阳方向过来？是啊，难道是运货的？不对呀，那边是洪泽湖，没镇没店的，连个码头也没有啊。哎，你们看，又过来一条小船。啊！李将军。李将军，哎，李将军，咱们喊的吗？李将军，真奇怪啊！李将军，李将军，他在喊什么呀？好像叫李将军。李将军。李将军，人家没跟咱们说话。好了，别看了，赶快烧饭吧。好。李将军，李川，你在喊什么呢？你看到坐在船头那个男的了吗？好像是李将军。什么？李将军？不会吧？他怎么会在这儿呢？肯定是你看花眼了。也许吧。哎，快点，加把劲儿，奔向大趸船。吃饭啦！哎，吃饭啦！总是矮矮的叫你，连我都觉得别扭。再说，你连个名字也没有，回到庄上，我怎么和我爹说啊？随便起一个就行了。你倒是好打发。那是我给你起呢，还是自己来？听你的。好吧。你漂在运河里。是我们把你从水里救到船上的，哎，就叫水生吧。好，从今天开始，我就叫水生了。臣李翰再拜，前蒙圣恩，为查邗沟覆船事，而今事上未协，邗沟又起波澜，沿船翻覆，官盐损折。臣虽殚精竭虑，仍无法查之原委，实有辜圣上信任所托。恩师，哦，曾太啊，怎么还在想绝命书的事？是啊，我将这封绝命书上的笔迹字体与李翰亲笔撰写的遗文反复比对了多次，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难道这封绝命书真的是李翰所留？
可是李翰在鲁吉英到来之前便已死去，他并不知道韩沟诱发复传事件，又怎么会写下这样一封绝命书呢？恩师，会不会在鲁吉英到来之前，有人便将韩沟复传的事告诉了李翰，这才令其留书自尽？只是此人乃悄悄前来，守卫山阳行馆的卫士们没有发现罢了。不排除这种可能，但韩沟最后一次帆船是发生在山阳县境内，鲁吉英身为山阳县令，应该是最早得知此事的人。你想一想，还有谁能够比他更早知道？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那么此人一定就是袭击运盐船队的歹徒。他很可能利用轻功，暗暗潜入山阳行馆。那么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此人找到了李翰，他会怎么做呢？将韩沟复传的事告诉李翰，而后离去。如果事情是这样，李翰就已经知道韩沟复传乃是歹人策划，那他为何还要在绝命书中说自己无法查出复传原委，又为何要自尽呢？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凶手先将此事告知李翰，再逼他写下绝命书，最后动手将李翰杀死，做成自缢的假现场。如果事情像你说的这样，凶手只需杀死李翰，做好假现场就足够了，完全不需要留下这封绝命书。却是为何？凶手逼李翰写绝命书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误导我们，令我们相信李翰是因韩沟再发复传事件而自缢身亡的。既然如此，凶手为什么不等鲁吉英到山阳行馆报信之后再动手呢？那时李翰已得知韩沟再发复传事件，留书自缢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是现在呢，李翰死在鲁吉英到行馆之前，却未卜先知地留下了这样一封绝命书，这不是更加引起我们的怀疑吗？而且凶手杀死李翰容易，可逼迫李翰亲笔写下这封绝命书，那可就难了。因为李翰既已知必死，怎么可能再替自己掘坟？不错，所以我才对这封绝命书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学生也觉得此信甚为突兀，可以说很不合理。恩师，会不会有人模仿笔记呀？这一点我也想到了，可我仔细验看了很多遍，绝命书上的字迹与李翰手书从运笔力度到字尾勾画的轻重都完全相同，旁人不可能模仿得如此相像。可恩师，学生曾听人说起，江湖上有高手仿造本朝吴道子先生的画技，经装裱之后饥可乱真，连其本人也难以分辨。绘画与书法是不同的。先师阎立本大人便是丹青大家，他就曾经说过，装裱。恩师，您说什么？曾泰，来，恩师，这……哎，恩师，这……
是信纸，信纸。你看到了吧？这封绝命书是从李翰手书的其他文稿上剪下后拼凑在一起的，而后经过高手匠人的装裱，最终变成了可以乱真的证物。曾太啊，若不是你说到装裱点醒了我们恐怕还要为此困惑下去啊！真想不到，事情竟然是这样。解开了这个谜团，再加上我们对山阳行馆勘察之后得出的结论，现在已经可以肯定，李翰绝非自缢而亡，而是被人设计谋杀的。而且从这封装裱精绝的书信来判断，凶手一定是经过了悉心策划和长时间的准备，才会对李翰施以最后一击。不错，如此精工细作的装裱功夫，绝非1、2日内可以完成。可问是，这些歹人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做一件画蛇添足的事情呢？这一点是个谜呀，我也参详不透。难道背后尚有隐情？至少目前我们已经确定了李翰的死因，下面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查清凶手杀死李翰的动机，是因为分赃不均呢，还是杀人灭口？要搞清此事，李翰是否受贿，就变成了至关重要的一点。洪同贵方便是此事的关键。一语中的。可怎样才能从洪同贵方套出实情呢？恩师，有办法了。曾太，明日清晨你知会扬州司马，命他给我找来3具男尸。3具男尸？正是，而且每一具尸体都要穿上正4品的紫红色官袍。还要穿4品官袍？恩师，这是何意啊？我自有用处。几位军爷，你们这是？你就是洪同贵坊的周掌柜？是，正是小人。奉处置使大人令，请周掌柜带上李翰大人的亲笔签名，赶赴行辕，听候询问。什么？处置使大人？少啰嗦，赶快带些东西跟我走。是。大人，周掌柜带到。叫他进来。是。走。跪下。小的洪同贵坊掌柜叩见处置使大人。起来说话。谢大人。啊，你大胆！你，小的该死，小的该死！昨日不知是大人驾临小号啊。好了，起来吧，周掌柜，不必害怕啊，起来回话。谢大人。是。东西带来了吗？带来了。这就是李大人在本号存银时在存底上的签名。周掌柜，你可是在欺瞒本官呢？小的不敢，小的不敢。本官手中有李翰大人的亲笔签名，与这张存底上的签名完全不符。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自己看看。哎呀，小的也不知啊。在贵方之时，
你自己所说的话还记得吧？你说是李大人亲自将20万两银子存进贵方，你非但见过李大人，还跟他很熟悉，是吧？是。好极了，你随我来。看看这3具尸身当中，哪一具是李汉大人？这3个人都不是。你就这样一看，就知道这3个人都不是？回大人，这里面没有李大人。胡说！该死的奴才，明明没有见过李大人，却谎言欺瞒本官，说什么是李汉亲自将银子存入贵方，又与李大人很熟，真是罪不容恕！来人啊！大人明鉴，这里面真的没有李大人呐！我知道，曾经有人对你说起李大人的尸身已被焚烧，不管谁让你认尸，你都说不是，对吧？小人不明白大人的意思啊。不明白？好啊，那我就来告诉你吧。李汉大人的尸身根本就没有被焚化，而是被他的仆人偷偷藏了起来。烧掉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尸体。什么？另外一个人？实话告诉你，李汉大人的尸身就混在这3具尸体之内。你不是见过他吗？给本官指出来，否则今日本官就要断你个欺官之罪，叫你身领重刑。过来认尸。是。认不出来？这个是……不，那个是……不，好了，别再胡猜了。你从来就没有见过李汉大人。大人，告诉他哪一位是你家李汉大人？这位就是我们家老爷。是。怎么样？事到如今，你还不说实话？大人，小的该死，小的确实从未见过李汉大人呐。那是何人将银子存入贵方的？根本没人到贵方存银。此话怎讲？这笔钱是个陌生人带着主人的亲笔信，拿着一个叫林阳的商户手中的2张10万两的凭信，改成李汉的名字的。你是说林阳？正是，这位林阳也是贵方的老主顾，可却从未见过面。你的主人便是影王袁齐吧？正是。袁齐在信中是怎样说的？信里只是说，来人是他的朋友，要将林阳的2张凭信改成李汉的名字。本来按照贵方的规矩，必须要2个人同时到场，验明身份文牒，方能办理。可既然是主人来信，小的就不便多问了。那么李汉的字是谁签的？那是1个多月前，主人告诉小的说李汉大人死了，为保险起见，他要小的重做底单，是小的替李汉大人签下的名。他还告诉你，一旦有人来查，便说是李汉亲自前来存的银，对吧？正是。小的当时就说我没见过李大人，这一问不就露馅了？可主人说，不论谁让我认尸，我只说不是就行。为此，主人还赏了小的20两银子。明白了，全明白了。
好了，周掌柜，你起来吧。谢大人。你的主人并没有骗你啊，李大人的尸身确实已经被焚化了。啊，原来大人是在诈笑的。本来你已犯欺官之罪，但念在你将实情和盘托出的份上，本官便不治你之罪。谢大人。你泄露了主人的机密，如果让他知悉，你应该明白他会怎么对付你。我知道回去以后应该怎样对你的主人交代吗？不知。你只要说，我请你进府辨认李汉的尸体，而你蒙混过关，其他一概不提，懂了吗？是，小的懂了。来呀，在。赏周掌柜10两银子。不，小的不敢。收下吧，也许日后我还用得着你。谢大人。送周掌柜回去。是，请。来呀，把尸体抬走。是。李汉受贿之事，果然是有人栽赃陷害。真想不到，此事竟然又是林阳所为。这个神秘的林阳究竟是什么人呢？如果他是一介布衣江湖人物，绝不会有能力陷害官居4品的钦差李汉。恩师，您的意思是林阳是官场中人？很有可能。林阳这个名字，则是他使用的化名。而且栽赃李汉之事，还有一般蹊跷之处。是什么？你想一想，如果没有影王袁齐的协助，林阳怎能将平信轻易改为李汉的名字？也许此事影王并不知内情，只是与林阳是朋友，为了照顾关系，才给周掌柜写下了那封书信。那么李汉死后，他要周掌柜改写底单，假代李汉签名，并要他遇到调查时声称曾经亲眼见过李汉，是李汉亲自将这20万两银子存入贵方，撒这个弥天大谎，灾害李汉，又算是什么呢？难道也是为了照顾关系？而最奇怪的一点是，扬州刺史崔亮在焚烧李汉遗体之后，为什么会专门将这个消息告诉影王袁齐？您是说灾害李汉之事，崔亮也有份？目前证据不足，仅凭这一点是无法断定崔亮的动机的。然而今李汉自缢案已基本清晰，在山阳行馆案阁中搜出的2张10万两凭信，乃是林阳伙同洪通贵方对其进行栽赃陷害，而李汉本人并未受贿，可以断定他是被以林阳为代表的庞大阴谋集团设计陷害而死。害死李汉之后，他们布置自杀的假现场，并制造伪证，以混淆视听。这些人用心不可谓不深，手段不可谓不毒啊！恩师，学生以为李汉之死与韩沟复传、盗运官盐一案定然有着紧密的关联。他一定查知了什么内幕，这才迫使杨九成之流不得不对他痛下毒手。说得好，与我所想一致。看起来要破解整个案件，林阳是个关键人物。恩师，影王曾帮助林阳灾害李汉，这就说明2人一定相识。可不可以直接讯问影王？影王袁齐是圣上的故旧之臣，关系极为密切，不可轻动。仅凭周掌柜的几句话，
非但无法从缘起口中得到真情，还会因此将周掌柜出卖。此人是我们埋在洪通贵坊的一颗钉子，日后会派上大用的。因此，目前我们只能从官盐的下落查起，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呀。大人，啊，什么事？大人，狄春回来了。哦，走去看看。怎么跟着就跟丢了？就是啊，老爷，曾大人，张怀，曾大人，快说说情况怎么样？从河口镇别过后，我们便驾船赶往上沟村，果然如您所料，1个时辰后，从北沟出来的快船载着官盐经过那里，小的率人随后跟上，大约跟了3、4个时辰，天光放亮之时，前面的船队离开了运河主道，进入一条港岔之中，小的率人随后紧追，整整1个白天，北沟船队都在港岔之中行驶。小的查看地图，发现他们是转道进入了洪泽湖区。洪泽湖，正是，大概在傍晚左右，快船停在了洪泽湖中央的苇子荡内。取地图来。是。好，老爷，就是这里。这里已是盱眙县境了。哦，你来看，洪泽湖山阳段到明水店，便已经进了盱眙县境，而狄春说的苇子荡在这里，早已经过了山阳管界。不错，苇子荡果然在盱眙县境。你继续说。我们躲在不远处的芦苇丛中观察，整整1夜都没有任何动静。大约是在第2天拂晓，一艘大船从正北方向开了过来。正北？对，也就是盱眙方向。正是。过了没多久，大船便停靠在北沟船队的旁边。快点！快点！大约过了1个多时辰，彭春率人将快船上的官盐全部搬上了大船，大船缓缓启动，向北而去。我们随后追赶。到了黄昏时分，大船驶进一片迷宫般的大港岔中。天亮着，我们还勉强能够跟上。可到了夜晚，大船在港岔的芦苇荡中七拐八绕，小的们便迷失了方向。跟丢了？是，小的没用。难为你了。那么彭春和那些水鬼呢？他们也都上了大船。盱眙。记得在河口镇审讯茂三儿时，他曾经交代，每一次他们将落水的官盐捞起之后，存入大仓，过不了几日，便会有一条大趸船来到北沟，将库存的官盐全部运走。而大趸船上的船工便是淮北口音。此次彭春将官盐运到了盱眙，而盱眙正是属于淮北地区。综合以上2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歹徒藏匿官盐之所，正是盱眙的某个地方。不错，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便是突袭北沟大仓，抓捕林阳，以此作为突破口，顺藤摸瓜，揪出元凶，找回失踪的官盐，将这群丧心病狂、祸乱严政、危害百姓的逆党一网打尽。恩师，我们何时行动？事不宜迟，就在今夜。长官在。大人，你马上持处置使大令，调集扬州水营的所有快船前往码头。天黑之后，率卫队悄悄登船，整装待发。是。老爷，还有一件事，小的想和您说一说。什么事？这话还真不太好说。也许是小的看走了眼。你究竟想说什么？但讲无妨。那天傍晚时分，小的率人跟踪大趸船进入港岔之后，在岸边停靠的一条快船上，好像看到了李将军。啊，元芳，正是。李汉看清楚了。当时天光渐暗，又是两船交错之时，他一下子就掠过去了。也许是小的看错了。可老爷您知道，小的对李将军可以说是太熟悉了。那身影，那体态，如果真的是我看走了眼，只能说明这个人与李将军实在太相像了。那后来呢？后来，小的在船上大叫李将军的名字，他却好像没有听到。就这样，为怕耽误追踪，小的便没有停船。难道真的会是元芳？可他怎么会跑到洪泽湖中去呢？但是，也许是狄春看差了。我想，这世上不会有如此凑巧之事。再说，如果那个人真是元芳，狄春喊他为什么不理睬呢？也许吧。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 Below the video, please leave comment, click like and share.